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18号启程再度访问大陆，预计将前往绍兴参加祭祀夏禹的文化活动。那么，此外，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中国国民党党团总召集人傅昆萁也将率团登陆，访问团中将有5至10名在任民意代表。马英九率台青参访大陆，在岛内产生的示范效应逐渐显现，岛内民众也期待两岸交流的大门可以进一步敞开。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此次夏立言大陆之行将持续4天，除了参加祭祀夏禹的文化活动，还将前往杭州、嘉兴参访，预计在22号返回台湾。事实上，1个月前，夏立言对大陆进行了为期7天的关怀台胞之旅，率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人员造访重庆、成都、济南、青岛等城市，主要是拜会台商、台生和台胞。除了夏立言，目前岛内舆论高度关注的是台立法机构中国国民党团总召集人傅昆萁的大陆之行。联合报等台媒报道，傅昆萁本月25号将率5至10位国民党籍民代访问大陆。据悉，该行程早在2月就开始规划，原定本月19号出访，但受花莲强震影响，延至25号出发，将在北京待上4天3夜。傅昆萁17号傍晚表示，此行希望能争取陆客来台，台湾农渔产品销往大陆，并借此协助台湾百工百业复苏。这是一个非常关键重要的时刻。我想在今天两岸断线的情况之下，我们人民只有自救，政府不做，我们自己来做。傅昆萁说，这次访陆也会看看大陆的电动车产业。他强调，此次是以国民党团总召、政策会执行长身份访陆，代表党，而非私人身份访问大陆。傅昆萁与大陆渊源颇深，他曾担任花莲县长，被称作台湾政坛的花莲王。在任期间，他积极推动大陆观光客赴台旅游，也多次以花莲县长身份率团赴大陆参访交流。两岸开放观光后，花莲也成为了大陆民众最爱的台湾旅行目的地之一。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4年，来自大陆的观光客人数以平均每2年100万人的数量增加。兴盛的旅游业也带火花莲经济，花莲民众生活水平逐步提升。然而，如今两岸交流进入寒冬，大陆旅行团赴台仍未开放。傅昆萁此行也希望能为岛内观光业带去一丝暖意。香港中评社指，傅昆萁当前是国民党地方派系代表人物之一。傅的访陆动机显示，蓝军地方派系希望两岸和睦，才有利于台湾经济发展。至于访问团的构成，目前已曝光的有民代黄仁、张志伦、林倩琪等人，其中黄仁是岛内原住民民代，张志伦则是属于新生代，来自新北市，林倩琪则是不分区民代。台湾联合新闻网引述不具名蓝营民代表示，此次傅昆萁的主要诉求是谈大陆赴台观光旅游，推销农产品，对于各个选区而言都是好事。蓝营民代此次访问大陆的时间十分特殊，赶在台湾地区新旧领导人5月20号交接之前。香港大公文汇网指，访问团是史上最大规模，如果能成行，能够向大陆传达希望两岸和平交流的台湾主流民意。当前，台立法机构内部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占多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也来自国民党，因此岛内舆论认为，通过此次访问，台立法机构内部如果可以形成推动交流的合力，也将倒逼未来民进党籍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开放两岸交流。这对于台湾民众而言，无疑是件好事。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李彦秀17号回应指，相信傅昆萁会做好的安排，用对话取代对抗。两岸其实本来就应该有更多的交流，用更多的交流取代对话取代对抗这是国民党一贯的基调。来自金门的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陈玉珍也对傅昆萁此行表示支持，并呼吁民进党不要为两岸正常交流扣红帽子。我事实上是很想去的哈。如果我们这次过去，如果说是看对于这个金门我们陆客来到金门的观光有多大的这个帮助啊？如果说我们金门陆客的观光可以这样帮助我们适时的开放，拯救我们现在很惨的这个各行各业化，当然这个我就会义不容辞。18号，国民党方面进一步回应指，傅昆萁以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以及立法机构党团总召身份，与多位同党籍民代赴大陆访问，针对台湾人民关心的两岸民生经济议题做充分沟通与交流，
并反映多数台湾民意期望两岸和平交流的心声，维系两岸人民的利益与福祉。国民党强调，向来支持与大陆维系正常公开的交流与沟通，相信唯有增进两岸良性互动与积累善意，才能让台海免于战争威胁，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对于台立法机构的国民党党团总召傅昆萁即将率领一众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登陆访问一事，您怎么看呢？我注意到，在马英九带领台湾青年学子第二次登陆访问行程之后，岛内媒体就在猜测，下一个即将登陆的蓝营政治人物将会是谁？有猜宋楚瑜的，有猜王金平的，也有猜郝龙斌的。然而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率团访陆的，居然是现任民意代表、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党团总召傅昆萁，而且他不是一个人来，而是会带着一批国民党籍的现任民意代表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傅昆萁在行前还刻意强调，说自己不是私下组团登陆访问，而是以国民党党团总召兼国民党政治会执行长的身份。这也就意味着傅昆萁的这次登陆访问，跟既无党职也无公职的马英九，以及有可能会登陆访问的王金平、郝龙斌，甚至是跟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副主席夏立言都有明显的不同。后者只是代表个人，或者是代表其所属的政党，而傅昆萁本人不仅有党职，还有一个相对敏感的现任民意代表身份。除此之外，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傅昆萁的这次登陆访问，还给两岸交流与合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想象空间。也就是，既然身为岛内民意代表兼国民党党团总召、国民党政治会执行长的傅昆萁都可以来，那接下来身为台立法机构负责人的韩国瑜为什么不可以来？假如继傅昆萁之后，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也登陆了，那就是两岸交流与合作方面的又一个重大突破。它意味着两岸人员交流，尤其是政治人物的交流，正在跨入敏感的深水区，同时也意味着两岸关系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步伐。那傅昆萁的登陆以及未来韩国瑜在台立法机构负责人任上的有可能登陆，您认为其意义究竟体现在哪里呢？我认为这主要是跟岛内现行的体制有关。由于岛内实行的是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作为岛内民意代表与国民党党团总召的傅昆萁，以及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虽然不属于行政官员，不代表狭义上的岛内官方，但是他们就是属于岛内体制的一部分，是属于体制内的人。尤其是韩国瑜的身份，跟即将就职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还是平起平坐的。也就是说，虽然由于民进党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狭义上的官方以及半官方交流渠道，也就是海协会与海基会交流都中断了。但是岛内体制内的另外一股重要力量，也就是岛内的民意机构，却绕过了官方与半官方渠道，开始跟大陆展开交流了。而且跟台湾地区领导人一样，民意代表也是民选出来的，同样具有坚实而强大的民意基础。除此之外，我认为傅昆萁的登陆，以及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的有可能登陆，还可以起到反制蔡英文当局近年来力推的议会外事路线的作用。大家知道，这些年来，在两岸外事领域的激烈博弈当中，接连丢掉了好几个友邦的蔡英文当局，为了反制大陆，另外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也就是企图利用台立法机构及其民意代表并不是狭义上的官方身份的特点，来跟欧美等国家的议会展开交往。这就是近年来欧美国家的议员纷纷登岛的原因。然而让蔡英文当局始料未及的是，在中国国民党成为台立法机构内的多数党，尤其是韩国瑜当选为台立法机构负责人之后，中国大陆也开始抓住机会，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跟台立法机构以及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展开交往，而且跟蔡英文当局
企图通过所谓的议会外事路线来掏空九二共识。相反，大陆的这一高招，这是为了进一步强化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台立法机构内的国民党党团总召傅昆萁率团登陆，又意味着接下来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出现了什么样的新动向呢？我注意到有评论从傅昆萁是中国国民党内地方派系的代表人物这样一个角度来分析傅昆萁登陆的意义。我认为这一评论的视角还是蛮独到的。众所周知，跟民进党一样，国民党内也存在着以连战为首的深蓝，以马英九为首的正蓝，以王金平为首的浅蓝或是本土派，以傅昆萁为首的地方派等几大派系。由于这几大派系在对九二共识的理解上存在着大同小异的差别，导致了他们在两岸交往的态度上也出现了温差。这就是国民党内的浅蓝势力对两岸交往抱持相对谨慎态度的原因，也是这些年来国民党在跟大陆展开交往时不断受到牵制，甚至是缩手缩脚的原因。因此，傅昆萁的这次登陆，以及接下来王金平的有可能登陆，的确是意味着国民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着的政治分歧出现了缓和的迹象，本土派与地方派系正在向正蓝与深蓝派系靠拢，而靠拢的标准就是马英九先生所理解的九二共识。而在我个人看来，国民党内政治分歧的淡化与化解，将会有助于其走出常年来害怕被民进党抹红与贴政治标签的阴影，更加义无反顾地走一条跟民进党分道扬镳的两岸道路。也就是跟民进党的台独路线相比，国民党将会更加坚定地走一条认同九二共识的两岸和平发展之路。跟民进党的故意升高两岸军事对峙状态相比，国民党将会更加坚定地走一条避战求和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国民党在两岸路线上是有过彷徨与犹豫的，甚至是走过弯路的，曾经还一度提出要对九二共识进行检讨。而这次国民党再度修正自己的两岸路线，也就是重新回到九二共识道路上来，是因为两个原因促成的。其一是因为过去国民党对自己的两岸路线的怀疑与修正，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政治效果，其典型标志就是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连连失利，而且在两岸路线上跟在民进党屁股后面拿香跟拜，还导致了自我的迷失。其二是近7成民意支持马英九登陆访问，以及在刚刚结束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6成民众没有投票给赖清德，这让国民党重新看清了两岸关系的大方向。